Hello，皆様，こんにちは，KT です。之前的影片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全日本的人口啊，倒数第三少的三立市，倒数第二细张市。我今天呢就来到了这个是全日本人口倒数第一少歌志内市这边来探访看看咯。我现在所在地呢，就是他们这个歌志内市役所这边。哇，这个市役所看起来是更不大的感觉，小小的，而且这个建筑看起来也算是有点老旧哦。哇，都已经3月了，这边的积雪感觉还蛮厚的。然后这旁边也都是山，进去看一下，看有一些什么观光资讯。就他们这边贴了好多资讯哦。哇，他们这边有一个 corner， 也有一些很多资料可以拿，不过感觉是一些地方性的这个资料哦，还有一些工作资讯，还有这个冬天开车的一些资讯，我来拿一下好了。我刚才从市役所出来了，发现他们这边好像里面没有看到那个观光案内 center， 所以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拍太多，但是我还是拿了一些资讯跟查了一些东西，然后我现在再去其他地方看看。我现在呢，就是来到这个是类似他们这个市民会馆这边，然后那边这里面好像有图书馆，还有一些交流 center， 然后这边有一个停车场，那我就暂且先把车停在这边。然后先来这附近走走看看，这边走过来就看到一个建筑，感觉是以前是一个饮食店，可是它的门口都没有除雪，好像也已经没有在营业了。感觉这边就马上看到一个废弃的建筑，哦，街道上都没有人，这让我觉得就感觉跟细章有点像。哇，都已经3月了，这边都已经3月了，还有一些房子感觉上面都还是很厚的这个积雪哦。这边在他们的市民 center 旁边就有一个神社，要进去神社的时候不能走的话，不能走中央，要从旁边这样子走进去，中间这个是神在走的。哇，这个是他们这个歌志内神社，在日本这边呢。要成为都市呢，最低呢是要满5万人左右，然后当然还是有一些特例，如果它符合呢这个市町村特殊的这个合并条例，满3万人也可以成为都市。然后今天来的这个歌志内市呢，它呢在全盛时期的人口有达到4万6千，也是快5万人了。但是呢，它一样是因为这个煤矿而兴盛，然后现在没落，它现在人口这边呢。只剩不到3000人了，目前最新的人口数只有2700多人哦。不过日本的都市好像就是它只要一旦呢升格为市，它的人口好像再怎么减少，它也是不会降级的感觉。但是基本上这边现在不到3000人，它是连北海道这个町呢成为町的这个最少的这个5000人的标准都不到。哇，这一路上都没人呢。哇，不过也是说废话。这街上也没有什么，没事也没必要来街上走啊。我好像看到一些店也没有在营业的感觉。在19世纪末，也就是1860年代后左右，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快速现代化跟开采天然资源，还有确保北方领土的警备，开拓北海道变成当务之急。在北方开拓时指挥下，官营工厂陆续在北海道空知这边开拓许多矿山。当时由经营北海道煤矿铁路最大的公司北炭，也就是上次大家在岩见泽影片中看到的50星图案的公司，在空知这边开通了许多主要运送煤炭的铁路跟铁路站。
最早的几个站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三立市那边的晃内跟晃内泰站，而接下来就是这里歌志内站。这一栋建筑说是他们这一个乡土馆，歌志内市乡土馆。哇，我现在就进来他们这个史料馆来看一下，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以前的这个，他们以前这边是真的有 JR 站的，乌达西乃歌志内站啊。哇，而且但是他们现在那个站的那个遗迹好像不在了。我刚才起码问了一下场馆人员，这边是可以摄影的，但是我可能就随便拍一下而已。哦，哇，这还有一种感觉是以前的这种油桶。哇，这也太酷了吧！那边有一个人，我下来有一个假人。哇，这是什么车啊？日本斯巴鲁旧生产的这个车。哇，而且里面真的真的是4人座哎！哇，这里面以前感觉也是蛮多站的哦。哇，这边歌志内站、神威站、西歌站，而且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废线前摄影的这个影像。哇，昭和63，也是1988年左右废线。当时的这个铁路站还是可以通到沙川的，沙川那边就是可以一路坐到札幌的这个站。哇，这好怀旧哦。とても寒い思いをしたそうです。炭鉱で働く人たちは名のある労働。我刚才从了这边呢这个乡土史料馆出来，哇，我觉得是有点惊讶，它里面的这个摆饰还算新。而且里面展示了好多实际的一些文物，还有包括这边他们附近的这边煤矿的这个历史，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煤矿、铁路跟制铁、港口合称为炭铁港，这3项元素可说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一路到战后支撑起日本近代发展、产业革命的重要命脉。最早在北海道空知这里的三立、细章、歌志内等地盛产的煤矿，经最早的铁路运送到北海道北边的首宫，也就是现在的小樽，跟南边士兰，然后出海运送到本州。而在50年代石油出现，矿山也相继封闭，许多劳动者外流，导致人口下降，铁道也相继废线。而北方产业革命重要的历史炭铁港也在令和元年被列为了日本遗产，成为重要的文化财。而歌志内市在没落后没有像细章一样大举投资发展观光，相对是倾向比较保守的政策，而其中当然也有开设一些温泉诗社跟经营滑雪场，这之中虽然也有经过几次财政的问题，不过这里的地方政府都有陆续的解决。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全日本人口第1少的城市的滑雪场哦，歌志内市神威月滑雪场。哇，它这边 course 看起来，哇，起码也有2、3条，感觉还蛮丰富的哎。目前看到那边有一个缆车在运行，那边也有另外一条缆车，它的缆车是有2条的，虽然今天只有1条在运行哦。哇塞，有时候我还蛮喜欢这种地方的这种小雪场的，因为你看，哇，人少啊，希望你不用排队。哇，下次有机会我就来滑看看这样子，今天先来看一下这样子。我现在呢，先来一个 Seiko 嘛，休息一下，先喝个饮料。我刚才真的是开车开了一圈，而且用 Google 搜寻，我真的是没搜到半个超市，因为我就很好奇，在这样子的城市里面，大家购物方不方便？哇，可是这边附近都还可以看得到一些这种团地、烫机，感觉会不会有一些是这种比较偏这种老人的这种借户诗社？但是感觉这边买东西真的还蛮不方便的，店家都还蛮少的。我现在呢就来到他们歌志内市的这边这个米基诺 Aki 道路休息站这边来看一下。
他们这边很多建筑都感觉这是很特别的这个木造的这个木屋哦。啊，看起来今天好像米基诺 Eki 没有营业的样子哎。那边有厕所，道路休息站就是大家来上厕所的地方。哇，不过还是觉得有点可惜。然后这边口渴可以买饮料。这边就是它的那个米基诺 Eki 道路休息站这个地方，然后它旁边附近还有一个温泉的样子，那我就去另外一个那个温泉那边看看。哇，其实这边景色真的还蛮漂亮的啊！哇，看今天这个云，好特别哦。OK， 那我现在就来到他们这个。在米基诺 Eki 道路休息站旁边的这个七楼路 U 一个日归温泉，然后来泡温泉跟吃午餐啦。哇，看一下他们这个日归温泉的建筑，看起来真的好像一个小型的度假村的感觉哦。看这个屋顶上一直滴水，一直滴水，就是这屋顶上的雪现在都正在融化，就是这个日归温泉。七楼路 U， 我现在泡完温泉啦，然后这边还有免费的茶可以喝。网络上查了一下，必点的话就是这个浪口那北铁修库，这个好像是他们这边的名物，就是有点特产的。然后还有一些咖喱呀，还有拉面。然后这边食堂很特别的是，这边还可以吃得到附近这个岩濑牧场的冰淇淋哦。点的这个浪口那北铁修库来了，哇，大家看一下，哦，它这个上面就是哇这样子一锅，然后上面有很多蔬菜，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浪口，还有一个小菜，然后还有一碗饭。这个浪口是什么？很特别，虽然有点可怜，但是呢，这个浪口的意思是乌马诺丘，就是它是马肠。要点这个之前，其实我有点挣扎，但是反正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他们北海道这边，特别是歌志内这边的乡土料理。这边因为以前这边就是有很多矿坑嘛，然后就是听说他们这边一些矿坑的工人呢，他们以前是吃这个补充蛋白质跟能量的。虽然马有点可怜，但是反正难得都来了，就来吃看看吧。老实说，我真的像北海道他们这边也有很多很特殊、奇奇特特的料理，像他们也吃鹿肉，像马肉他们其实也吃，我就去看看好了。吃起来就是有点像猪肠，可是它的那个感觉，它那个嚼劲比猪肠还要好，还有里面加一些蔬菜。虽然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吃马肉，但是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还不错。我刚才已经吃完午餐啦，就来点一个它这个岩濑牧场的冰淇淋 soft cream 来吃看看。哇，这边真的很赞呢！以这个样子350日币，这个 soft cream 还蛮大的哦。这个牧场我之前就去过，他们的冰淇淋还蛮浓的。大家如果要来旅游，有机会路过这里的话，可以来这边看一下哦。